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末期，在莱阳县有个县老爷名叫宋玉书，他是有名的孝子，然而他却有个怪癖，那就是说话尖酸刻薄，经常将人说得抬不起头来，很多人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。宋玉书小时候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，然而父亲的突然离世给这个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因为母亲一个人带着他，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，和他同岁的孩子也经常嘲笑他没有父亲。开始的时候，宋玉书受到委屈，哭着回家找妈妈，可是母亲为人善良又比较老实，面对现在的现状也无可奈何。慢慢的，宋玉书发现这样根本改变不了什么，别的人该说还会说，根本就不顾及他的感受。直到有一次，宋玉书鼓起勇气发起了反抗，这让那些和他同岁的小孩很是惊讶。宋玉书口吐连珠般将对方的缺点悉数说了出来，被他说过的小孩反而哭着回家了。自打那次之后，宋玉书发现原来自己可以保护自己，既然别人不与他为善，那么他必将以牙还牙。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宋玉书却一发不可收拾，不仅对他不好的人他会嘲讽，就连无辜的人他也会没事说上几句。邻里街坊的家长们看到宋玉书如此不讲礼数，慢慢的也就很少与他家来往了。宋玉书一直认为是这些人瞧不起他家的缘故，才会如此对待他和他的家人，出去没人和他玩，再加上对现状的不满，宋玉书于是决定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，这样的话也会让那些看不起的人无话可说。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，等到宋玉书长大的时候，便开始考取功名，最后终于当上了本县的县令。宋玉书虽然当上了本县的县令，但是老毛病依然没有改变，不论是生活中还是判案中，都会发挥他毒舌的个性。翠莲本是个穷苦人家，为了贴补家里来到了宋府当丫鬟。来之前，不同的人都纷纷劝说宋府的老爷不好伺候，经常对下人言辞刁难，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他家当下人。但是翠莲的父亲年事已高，体弱多病，翠莲最后也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了宋府家。起初本来风平浪静，直到一次翠莲打破了茶具，宋玉书破口大骂，出言羞辱，让翠莲见识了宋玉书那独特的个性。但是他没有像其他下人一样，忍不了几日便辞退不干了，依然尽职尽责。宋玉书的母亲十分欣赏翠莲的隐忍，并且觉得翠莲是个善良的姑娘，于是便将她留在自己身边做了贴身丫鬟。就这样，翠莲减少了露面，逃过一劫。宋府的下人都羡慕翠莲，她成功逃过了宋玉书那尖酸刻薄的嘴脸，而他们却天天要在宋玉书面前小心翼翼地做事。就这样，宋府内部每个人都心照不宣，人人自危。宋府之外也难逃宋玉书的那独特的性格。一日，宋玉书带着母亲出门游玩，人们听说宋玉书县老爷出门游玩了，纷纷奔走相告，个个都躲得远远的。这时偏偏一个外地逃难此地的乞丐不长眼，见宋玉书一家穿得比较讲究，便上来行乞。那位乞丐跪在宋玉书母亲身前道：“老人家，请可怜可怜我吧，我都很久没有吃顿饱饭了。”宋玉书母亲是个善良的人，随即便招呼丫鬟拿出细软准备施舍一些。就在这时，宋玉书走了过来，宋玉书上来踢了一下乞丐道：“你这不长眼的懒鬼，你不去干活挣钱，在我眼前乞讨，是故意给我难堪吧？”乞丐一听，吓得直哆嗦，连忙磕头道：“这位老爷，我是外地逃难来的，身无分文，已经几日没吃饭了。我对本地部属也没有一技之长，哪里能那么快找到活干啊？”宋玉书呸了一声，随后便说道：“都是借口，你们这些人我见过的多了，
自己懒还找借口。今天出门真是晦气，遇到你这么个扫把星，我看你是讨打。来人啊，给我收拾收拾这个不长眼的家伙！众人纷纷探出脑袋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但是都不敢大声说话。这时突然传来一声佛号：阿弥陀佛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这位施主，我看你是太计较了吧？宋玉书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身披红色袈裟的老和尚，手中拄着金杖向这边走来。宋玉书叉着腰道：你这老和尚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？我这是在教训他，教他做人，你不懂吗？老和尚走近之后看了看宋玉书，随后便笑道：阿弥陀佛，施主刚才的对话我已经听到了，这位落魄的施主可能确实有难言之隐，如果你不施舍就罢了，何必大动干戈，上演全武行呢？这时宋玉书的母亲拽了拽宋玉书的衣服，宋玉书看了看母亲后便说道：好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要是爱多管闲事，你就去施舍吧。随后便招呼身边的人离开。老和尚伸出手臂说道：阁下请慢。宋玉书昂起了头道：怎么，你还找我的麻烦不成？老和尚单手行礼道：阿弥陀佛，我看阁下母亲应该也是个信佛中人，我便好言相劝一下。我看阁下印堂发黑，最近恐怕会有血光之灾，望阁下三思。宋玉书冷笑道：真可笑，我堂堂县令，这个地方我最大，我还能有什么不幸之事？我看你是想在这找个理由化缘吧。老和尚眉毛动了一下，好似也是被宋玉书的话刺到了一样，不过随后忍住没有发作，依然单手行礼道：阿弥陀佛，阁下的嘴巴犹如刀剑，真是防不胜防。老衲仅仅是好言提醒，不成想却让阁下误会了。随后老和尚便转身，一边走一边说道：人有口，口连心，心中善，口也善，心无德，口无德，口中无德必有灾。阿弥陀佛。宋玉书一甩长袖，哼，老秃驴，我看你是吃饱撑的。宋玉书看到街上很多人探头探脑地望着这边，于是大喊：看什么看？你们都是闲的，该干嘛不干嘛，是不是都想上我喝茶啊？众人一听，关窗户的关窗户，能躲的全都躲没影了。就这样，宋玉书领着一行人便继续去游玩了。然而老和尚的话他却没放在心上，谁知后来因为他的嘴却出了一桩命案。一日，宋玉书开堂问审，一个书生前来报案，本地的恶霸无故对他进行殴打，请宋玉书给个说法。这个书生名叫白守节，是个老实人，因为母亲也是个霸道唠叨的人，因此造就了白守节唯唯诺诺，胆子特别小，并且因为母亲的缘故，邻里街坊也都与他家的关系比较紧张。这日白守节在街上闲逛，迎面遇到了本县的恶霸。那恶霸听说他是白家老太太的儿子，上来便说：你这小白脸，不在家窝着陪你的母亲，出来作甚？白守节被恶霸这么说，先是一愣，随后鼓足勇气说道：你是谁？凭什么管我？我去哪你管得着吗？那恶霸抠着鼻孔边说道：嘿，你小子还会说话啊？我怎么管不着？你母亲天天有事没事大街上骂这骂那的，我听着心烦。你要是在家，你的母亲骂你；你要是不在家，你母亲是不是又得祸害乡里了？这白守节也是一名孝子，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母亲说三道四。只见白守节涨红了脸说道：我母亲年事已高，就有刀子嘴的毛病，关你什么事？那恶霸将鼻屎弹向白守节，随后吐了口唾沫说道：我实话告诉你，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你的母亲得罪了街坊，他们托我跟你说道，你小子回家跟你母亲打个招呼，以后嘴巴放老实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白守节一听不乐意了，上来便与恶霸争执起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？
我母亲怎么说话还得听你的不成？真是笑话。恶霸眼睛一瞪，上来就给白守节俩耳刮子。白守节捂着脸蛋说道：好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还无法无天了，我跟你拼了。白守节从没打过架，只得用脑袋头顶恶霸。恶霸冷笑了一下，直接一只手将白守节脑袋一转，随后用脚一踢，便把白守节踹倒在地上，随后便对白守节拳脚相加。打完之后指着白守节骂道：你小子给我记住喽，以后再有人告诉你母亲骂街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随后便扬长而去。白守节捂着疼痛的地方，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，他既感到委屈，又被身上的疼痛刺激，于是便哭了起来。哭着哭着，突然想到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既然老百姓管不了，就让当官的来管。听说宋县令也和母亲一样，也许会感同身受吧。白守节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县衙。宋玉书见有人击鼓，便开堂问审。宋玉书先是看了看堂下的白守节，随后一拍醒目道：堂下何人？为何击鼓？白守节跪在堂下，低着头向宋玉书回复道：启禀大人，我是本县的白守节，刚才受到恶霸的殴打，特来想让大人主持公道。宋玉书摸了摸下巴的胡须道：此事因何而起？速速道来。白守节便说道：大人，那恶霸蛮横无理，只因我母亲言语不端，并无恶意，与那恶霸也无半点纠葛，谁知他无缘无故便将我打成这样，还望大人明鉴。哦，竟然还有这事，传那恶霸，我倒要看看这恶霸到底有多蛮横无理。宋玉书一拍醒目说道。随后恶霸也来到堂下。宋玉书说道：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出手伤人，你是不把我这个县令放在眼里呀？来人啊，给我打20大板。恶霸一听忙解释道：大人冤枉啊，是因为他母亲出言不逊，惹得街坊四邻怨声载道，故委托我好言相劝。谁知这白守节听不得别人说他母亲的不是，我们便动起手来，并不是我殴打，是互殴，您看我脸上也有抓伤。随即恶霸便侧着脸让宋玉书看伤口。白守节一听，连忙向前爬了几步道：大人明鉴啊，我母亲是说话有些不耐听，但是嘴长在她的身上，凭什么这个恶霸要出来管呢？我听闻大人也是个孝子，如果您遇到此事，会不会也如我一样？宋玉书晃了晃脑袋说道：言之有理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凭什么要你来管闲事？恶霸一听，被吓得直哆嗦，因为他也深知宋玉书和白守节母亲嘴巴的功力如出一辙，谁知这是白守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继续说道：我听闻大人也经常出言不逊，言语偏激，难道他也要管大人不成？恶霸一听，冷汗流了下来，心想这下完蛋了。可是宋玉书却嗯一声，随后瞪着眼说道：我什么时候出言不逊，言语偏激了？我只是爱讲道理，只是别人对我的道理看法不同罢了。随后宋玉书接着说道：你这个书生，开始我还以为你是个文弱书生，受到了欺负，没想到你却是个榆木脑袋，你读的书都上厕所拉出来了吧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，我看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白守节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惊得瞪大了眼睛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原本是原告，怎么竟变成了被告，而且他一直尊重的县老爷竟然也对自己的母亲恶言相向。白守节指着宋玉书说道：早就听闻县老爷言语恶毒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糊涂官，枉我还这么信任你，真是瞎了我的狗眼。宋玉书大怒，连拍几次醒目道：大胆，公堂之上竟然敢咆哮公堂，来人啊，给我拖出去重打50大板。白守节一听，心中的怒火瞬间迸发，站起身来，瞄准堂案便撞了过去。宋玉书以为他要行刺，连忙向后躲去，
谁知白守节却是头撞在堂案，一命呜呼了。宋玉书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吓得不轻，草草结案后便回到内堂休息。这时宋玉书的母亲便前来说道：“儿啊，前几日那位高僧说过，让你注意言行，否则会有血光之灾。我看你还是收敛一下吧。”宋玉书此时惊魂未定，被这么一说也想了起来，对母亲说道：“我今日被那书生气到了，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以后注意便是了。”宋玉书母亲叹口气道：“儿啊，我说过你很多次，你就是不听，为何待人如此刻薄？你就不能改改你的老毛病吗？”随后便转身离去。宋玉书经过此事，好似有了心结，茶不思饭香，每到晚上便做起了噩梦。随后便觉得在堂内的宅院不吉利，便心生换个住处以求心安。于是让下人多处打听，便租了一套宅院。这个宅院是下人经过千挑细选确定的，一是便宜，二是很荒凉。有一天夜里，翠莲和另一个丫鬟侍奉着宋玉书的母亲睡在正屋，听到院里有噗噗的声音，就像裁缝向衣服上喷水一样。宋母催促丫鬟们起来，叫他们把窗纸捅破个小孔，偷偷地往外看看。只见院子里有个老婆子，身体很矮，驼着背，雪白的头发和扫帚一样，挽着一个2尺长的发髻，正围着院子走。老婆总一躬身一躬身，像鹤走路的样子，一边走一边喷着水，总也喷不完。丫鬟们被吓得不知所措，急忙回去告诉宋母。宋母也非常惊奇地起了床，让2个丫鬟搀扶着到窗边一起观看。忽然，那老婆子逼近窗前，直冲着窗子喷来，水柱冲破窗纸溅了进来，3个人一起倒在地上，而其他家人们都没有听到动静。清晨日出时，家人们都来到正屋，敲门却没有人答应，才开始害怕，撬开门进到屋里，见宋母和2个丫鬟都死在地上，摸一摸，发现其中翠莲还有体温，随即扶她起来用水灌，不多时醒了过来。翠莲醒来后听说宋母已经死了，便哭了起来，说出了当时见到的情形。宋玉书闻讯而来，悲愤得要死，细问了翠莲那老婆子隐没的地方，便命家人们在那地方往下挖，挖到3尺多深时，渐渐地露出了白发，继续往下挖，随即露出了一个囫囵尸首，和翠莲描述的完全一样，脸面丰满，如同活人。宋玉书命家人砸他，砸烂骨肉后，发现皮肉内全都是清水。宋玉书经过此事，悲痛万分，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。他心想，我母亲一心向善，并且虔诚信佛，怎会遭遇此等不测呢？走着走着，耳边便传来别人的闲话：“听说了吗？宋大嘴的母亲昨晚死了。”“哦，是吗？真是可惜了，挺好的老太太。”“谁说不是呢？听说可邪乎了。白守节的母亲化身厉鬼，本来要索那宋老爷的命，谁知被老太太撞到了，这不老太太就没了。这么邪乎呢？不过也是，他找哪住不好，偏偏找白家的宅院。自从宋县令把白守节逼死，白守节母亲一个人整天以泪洗面，本来街坊都很同情，上来安慰，谁知这老太太竟然本性难移，依然恶语相向，这不街坊们都躲得远远的，他家的事没人管。是啊，一天晚上，一伙强盗洗劫了白家，老太太当晚就被强盗给杀了，还埋在了院子里，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。哪有啊？其实街坊都听到了，但是没人出来。出来干啥？早就受够了老太太，正好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对对对，这不我们的宋大老爷也一样，他逼死了白守节，白守节的母亲杀了宋老爷的母亲，这比杀了他自己还难受。哎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！宋玉书听到这愣在原地，眼中的泪水已经布满脸庞。他深深自责，本来想保护自己，保护母亲，
没想到却因此害了他最敬爱的母亲。从此以后，宋玉书洗心革面，一改往日的尖酸刻薄。他也体会到了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恶人，心中有善，那么说出的话也会是善意，身边的人也会是善人多一些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